Welcome back。这个东西呢，其实蛮不便宜的。然后我是看到别人都有，我也好想要有一个，所以我买了。老实讲啦，说是不便宜，但如果你今天是靠这个吃饭的，像我，其实就是必要之恶。因为像我这一组，这个是 Hasco 的，这个2012-13年买的吧，用到现在，里面是这个红红长长的是 Hasco 原生的，我记得是从10一路可以做到54还56，然后这个是 Ibanez 的贝斯组。一路可以让我做到5弦贝斯，所以就很巧妙的让我这样子用了10多年，然后其实到现在还在服役啦。只是说Hasco 的那个设计它是软的，其实它在初开槽，就是你整个 nut 还在原料阶段时，就是你只靠这个尺去标位置后呢，其实它很难真的很精准的给你一条线，因为它是软的，你要站起来非常小心的慢慢开始走。Music Nomad 这个会吸引我的地方，就真的是因为那次去婉玲看到他们桌上有，然后我就拿来把玩了一下，哇，是硬的，这个拿来开槽一定超棒。对，这部影片其实是接续在我们拍那个测量工具的那一部后面。那因为其实是我早上弄完了一把琴的nut 已经开好半成品了，我现在需要把它的槽再做好，然后我就想说，对齁，我有这一组还没拍，就顺便拍了，然后我旁边架好了第2个机位，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上旋枕的高度要怎么调整。那我话一样先放在这边，就是开上旋枕这件事情是不可逆的，虽然有所谓的修补法，但那个修补法也是要点技巧，所以不要看了我的影片，兴冲冲的工具买了，然后就开始弄，然后弄坏了，说我在害你。对，我要先有这个免责声明。那如果你同意这个免责声明的话，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Let's move on。Nomad 这组工具，我们先拿到的是一个刷，而且这个刷子是，这个毛排布方式好好玩哦。这个拿来刷这种锉刀类的一定很赞哦，马上就有粉尘，可以，这个好，我喜欢。对，因为我之前其实都用很硬的那个烤肉刷在弄这个刷子类的，然后做 nut 的话，我都会用那个化妆用的那种化妆刷哦，那个毛很绵密的，那个再加上吹球慢慢弄，其实还 OK。好，我们现在拿出第一样65。我不知道里面有几个我只知道是超贵的，应该是该有都有吧。我好爽的，这样到最赞。这个爱乱买真的是，你现在看到的累积起来已经破万很多了。为什么是同一张纸啊？我们先看一下，先排13、50、56，也很棒。好，为了要让你看懂我在开心什么，我们来排一遍。1、2、3、这边有3款电吉他弦。刚刚找不到08的，这个是1、2、3弦，可以从这边10、13、17、09、16，其实都 OK。那7号弦的话，就是这2根就可以做完1、2、3弦的nut。对，因为其实7的弦我们去实际装了，你10号的槽装它其实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对，可惜8号弦都卖光光。对，然后再来是这个20，其实20真的是很少用到，但你如果遇到像电吉他的11、12号弦，就是它的第3弦是加粗的，那可以用20号去 cover 所谓的18号、19号弦，然后这个就等于是第1弦、第2弦、第3弦的组合。再来是这个24跟28，我觉得这一点也是不错，很巧妙，就是24、28刚好 cover 掉9号弦跟10号弦这个部分，因为如果你又是在加粗的，我知道你找什么加粗弦。我手边唯一一个比较粗的，因为我一般粗的弦都是客人自备。这边是11号弦，你就会看到有没有刚刚讲的第3弦，它是比17还要粗的，它是18号。那我这边就可以用20号去 cover。然后在第4弦的部分，因为它是28啦，刚刚好顶住。那你如果说是 heavy button 的，就是第4弦开始会加粗的，可能会跑到30号的，那32就可以去 cover。反正总之我开心的地方在于说，它把一些很细微的
规格，像刚刚的20号，它也是单独独立的把它做一支刀出来，我觉得还不错。然后42、46这个大家就熟了，对。然后看52没有，它直接跳到56，那比较可惜啦，就是它没有52或54这个规格，它直接跳到56。如果有的话更好，就是密度更高一点。那比较可惜啦，因为有一些琴其实真的不是这么适合开到太粗，就是到了56或65这样，就是像以前有一支 Jackson， 它就是那个 nut 的边缘很薄，然后就发生了原厂你只要装粗弦就会断 nut 的状况发生，我觉得也蛮有趣的一个经验。然后后面的65开始其实就算是贝斯了，就是怎么讲46吧，46、50、56这边开始就是一个贝斯系的，所以46它变成一个大家都一起用的。对，也好，这样就不用像我要买一套吉他用的，再买一套贝斯用的。那我们来打开一下好了，因为我看到它有附贴纸，这个让人真的是手很痒。这是10，所以我要贴。其实不用贴也没关系耶，它这边刀片有写，我觉得不错呢。.010这边就没写，有点可惜，但这边有，其实不错不错。然后我们就一样啊，照它的意思，我们把它贴上去。好，我们都贴完了，然后基本上我觉得我应该会固定用这个盒子收啦，因为出门我应该还是会带 Hasco 的，会比较好带。那这一组的话，就是拿来开 nut 会蛮好用的样子，感觉就是很好下刀。Oh God， 对，我要的就是这种手感。这是骆驼骨，然后可以看到已经有一条沟了，非常轻松。这样子做那种半成品定位就不用做的这么累了啊！找一块有趣的，这个是牛骨，现在是13，我们13就开在这。哦，这手感真的是非常好，硬的手感真的是有比较好吃力。好，那我们今天这一趴呢，其实真正的重头戏绝对不是开这个工具，当然啦，开这个工具是重点，但我希望这一步不是爱乱买，这一步我想要做的是，我们来做一些简单的 nut 高度的调整教学，很简单就好，因为我觉得一个概念给你，如果你看得懂的，你可以试试看；如果你看不懂的，那就拜托不要试，因为这东西不可逆，跟 leveling 是一样的。我一直都很怕，但又觉得还是得拍拍看，这样子我们才能慢慢的找到这个频道它能给你的更多价值吧。我一直都希望是这样子。OK， 那我们就用这个视角跟你们示范上旋枕的高度调整。眼前这一支是 Ben Dream 的其中一支 model 琴，对，我有看 Go Ben Cry， 但我没有看 Bandolier， 所以拍摄我不知道这支型号是哪一个角色用的。那 anyway， 我这个只会用第4弦做示范，因为现在这个画面其实超级好笑，就是一般我在做 nut 的时候，我的眼睛跟我的脑袋是你们这个镜头看过来的，也就是说我现在整个人是正坐在琴身前面的，我大概已经差了快有50公分的横移，我现在做事非常的不顺手，所以为了避免出大事，我们就用1条到2条弦来示范就好，让我有比较多空间可以把这支琴弄到比较好的状态。那我们眼前这一支呢，是换了一个牛骨上旋枕，然后我已经把它整个都做出型，就是老实讲开完草我才想到，我怎么没有想到拿那一组出来。好，那我们先用 Nomad 的方式来看一下这个案子应该怎么做。首先我们先拿出这一支，可以看到他在这边其实讲了很多话，就是这边放在第1根 fret 上有没有碰到，没有碰到，就是继续错 nut 的槽。那如果是有碰到了，那就是很好，没有 bass 声了。这个观念其实蛮酷的哦，很多人碰到空弦杂音不会想到上旋枕，因为他们会想说上旋枕够高，所以第1个不应该要有杂音，甚至空弦也不会有杂音。但其实我们在实务上很常遇到所谓的空弦杂音跟第1个有杂音，往往都是上旋枕太高所引起的。所以 Nomad 的这一组其实我觉得讲的没有错，那问题就在于说动上旋枕这件事情你有几分把握，因为前面讲过它是不可逆的，所以我觉得他这么轻描淡写的讲完这件事，我有点害怕。那也就是希望你们能继续把影片看下去。Nomad 的这一组其实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后驳龟设计，然后它放了很多厚度，从我们的.012一路到了.022。那其实它在这边有标，你可以看到它有写这个是吉他的
B 弦跟 High E， 然后是吉他的 D 弦跟 G 弦，甚至是古典吉他的 A、B 弦，然后再来点20这个部分呢，是吉他的 Low E 到 A， 那就是654321弦。其实它这个数字，你去上 StillMaker 的网站也能看到，我可以放在下面的连结，然后你们可以点进去看一下。一位很厉害的传奇技师，他去累积起来的资料，就是过去的很多跟他合作过的吉他手，他们的 NUT 的规格是怎么开的。那基本上在我过去的经验，因为我过去有一段时间做 NUT， 很多人都抱怨我开太高。其实我是这个标准的，就是所谓的.016到.020，那也是帮我们做背景音乐的姚凯文老师，我之前帮他做过一支 NUT， 然后他跟我抱怨真的太高了，我才开始去改变一些做法跟观念，而且这件事情其实是4、5年前发生的，所以其实是要一直进步的啦。就是在当年你照这些规格开的，但是时至今日，很多吉他手的弹奏方式跟习性，甚至是演奏的内容都变了，你就必须要跟着学会进步。所以像这个规格，在我现在看起来是有点偏高的，但我们还是先以它为准，因为这个是最安全的。好，那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第4弦嘛，所以我们要来算一下6543，所以我们要点018。那接着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第一格 fret 上面，有没有看到？还有一点空间，我们稍微把弦绷紧一点点，有没有？还有一点空间，所以代表说我还有这么多缝隙需要磨。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呢就要找出第4弦的刀。那我们用10当标准，第4弦是26。那有专心看 Nomad 这一包的就会发现它并没有26这个规格，所以我们要拿出28。这就是我们的28。然后在这边就要非常的小心去慢慢的开。基本上我大概是这样子一个来回。好，我就好收手。然后我们再来用后拨龟再看一遍，我肉眼可以感觉到的是确实有低了很多。那我们再来加大点力度，我们来个3个来回。真的这种新刀就是很开心。这个时候我就会用这种相机用的吹球。你如果对相机非常有讲究的，这种工作用的吹球跟相机的千万不要共用哦，真的会出事力。过来，在我这边肉眼可见的，它又低了很多很多。那我们再来一次，这次我给它2下。而且你在磨的过程中，可以感受到它那个底部会越来越滑，因为我前面的那个半开槽其实是很随性的拉了几下而已，并没有开得很完整。那像用这种刀，它下去之后，它会慢慢的把底部也清干净。好，我们再来后拨龟放上来，哇，几乎已经快摸到了，非常好。这个时候大概是25左右吧。那这个25左右吧是怎么来的？这时候要介绍另外一个工具。这个是 StillMaker 的一个经典小工具，后来其实淘宝有厂商仿啦，但我得说这个表头真的无法被取代，真的是很棒的东西。那这个东西怎么用？现在可以看到它是很奇怪，这个数字都是歪的，指针也莫名其妙。这时候我们按下第一格，再按下第2格。好，我们可以把表头转过来，差不多让它对到，放掉。这时候可以看到大概就是.025这个高度，这就是我的.025的由来。那我们这时候可以大胆一点，我们来个5个回合，好，然后弄掉，再看一下，我们把它转到再对正一下，哇，这个是.01314哦，我们来看一下哦，用后拨龟的话。有一个检查它到底有没有摸到的方法，就是轻轻摸着弦，然后这个后拨龟过去，你只要感觉到弦有震动，就知道它有摸到后拨龟了。然后确实是，比.018还要再低了。我们这时候可以换到.016看看。
然后接着我们来到0.014，刚刚好。这个时候大概就是我没有感觉到旋有从上面过去，但是好像又接触到的感觉。这时候可以下压一点旋。对，确实他们已经算是蛮刚好的，所以它现在的高度大约就是0.114左右。哦，对，这个旋要有张力，这种表才会有用。好，那这就是这种表的功能跟用法。那这个表其实后来有出一个进阶的复位表，我觉得也还不错啦。那像这种复位表呢，其实我还是没有用的很习惯，我还是习惯用这种指针式的。但现在买到的大概都是这样子，那就做一次给你们看，它用法不太一样。一样，我先把它放在第4旋上方，然后这时候一样1、2个压着，然后 zero 之后放掉，这时候可以得到一个0.34左右的高度。那再按下去，这边可以看到它变inch之后就是0.0135，那也就差不多接近我们的0.014这个高度。好，那你会说，当然，那你现在这样子修的是不是比你预期的还低了？我会说，其实对，因为其实这个东西，像我刚刚前面讲的，我们的姚凯文老师，其实他后来的习性其实有点偏激，他是0.09到0.012。那你去看 StilMaker 的网站，也会发现一些超级偏的、超低的 NUT 的设定也是有的。那反正最大的重点就是不要弄到太低。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这边给你一个太低的标准，如果是第3旋之后，我会建议不要低于0.012，除非你很有信心那个是你要的高度。那1、2旋的话，就不要低于0.009，因为如果低于那个数字之后，会很吃你后面这几根 fret 的平整度。那我觉得0.009是目前我挑战过比较 OK 的极限值。那在最初旋的部分，其实目前找我做到0.01的客人大有人在，所以就不用太担心。好啦，那这一步其实就是我们聊关于做 NUT 的第一步吧。那希望这个是一个还 OK 的开端，就是这一路算是比较硬的教学，因为 leveling 那个其实我故意拍的很大概，因为我很怕就是不可逆的问题。但我觉得好吧，因为太多人希望我能再讲一些更深的关于调整以及技师在做什么的内容，那我就拍这一部跟大家分享啦。那同理，在 Nomad 的书里面也讲过，这个东西可以调整 Turnomatic 的这个 Radius。那在这边我们不做任何示范，因为这支琴很新，而且它也没有任何问题。那我们这部影片就到这边吧，希望你们看得喜欢。我相信这部影片对你们有帮助啦。如果你对于 NUT 怎么玩，跟我们到底用哪些工具在做都不了解的话，那这部影片应该算是一个很 OK 的指引。对，我希望是有这个帮助的。但如果你真的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的话，那就拜托，这部影片很不适合你，去看我别部片，拜托，因为我很怕我带坏任何一把吉他。对，因为我很怕我的教学伤害了任何一把吉他。那这部影片就到这边，如果看了喜欢的话，请帮我分享给你们朋友。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有任何指教跟需要，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讨论。我们下部影片再见 ，See you next time。